女孩从小就古怪的吓死人，她看上去乖巧可爱，可转眼就暴露出一副凶神恶煞的脸，就连母亲有时都害怕，甚至都曾被她推下堤坝险些淹死。好在艾达只是跟自家人犯错，直到16岁的一天，他居然带着5个学校的孩子神秘失踪了。没想到从此之后，诡异的怪事就接二连三的在小镇出现，况且附近不是沼泽就是山洞，这恰恰也给搜救队造成了不小的麻烦。警方怀疑为是有预谋的绑架，因为艾达的手机关机，并且还有购买充足食物的消费记录。没想到校长却表示，艾达一向都是最出色的替班老师，当时他正带着大家绘制面具，很快就赢得了所有孩子的喜爱，但唯独只有一个自闭症小男孩除外，因为对方总是疑神疑鬼的说自己看到了圣灵。虽然这种灵异事件警方不会当真，但当天夜里学校画室内的灯光就诡异的闪个不停，值班警卫也没看出什么端倪，却没留意到桌上的画纸却突然消失不见了。与此同时，警局的电脑也总是不断重启，开机后屏幕就切换到了那个监控画面。原来小男孩所言不假，镜头竟然真的拍到了披头散发的白衣女子。而当晚还发生了件离奇的怪事，因为艾达的母亲丽娜接到了警方通知，于是她急忙驾车往回赶，可路上却莫名的撞上了一只野生狐狸，她不忍看着小家伙惨死，便立即将其送到了宠物医院救治。然而医生却表示这只狐狸妈妈还处在哺乳期，但可惜撞坏了的内脏已经无法修复，将其安乐死才是最好的选择。由于丽娜急着去找女儿，她便吩咐医生将账单发给自己，然后就转身离开了。可刚走到门口，她就狂吐不止，原来她还是一名威尔逊氏症的血液疾病患者，她哪还顾得上这些，随即便敲开了前夫的家门。谁知对方早已经重新组建了家庭，也对近乎成年的女儿漠不关心，并认为这次跟之前的恶作剧没什么不一样。为了逃学躲到了不被人注意的地方，丽娜简直要崩溃了。幸亏前夫的现任妻子善解人意，还好心拿出了离婚前公寓的钥匙，为她提供了一个临时住处。她心急如焚，便第一时间跑来求助于老同学拉法，因为对方正是负责失踪案的警察。她这才知道女儿竟然被警方定性成了绑架者。可老同学明白，其实是艾达失去了父爱，才是不喜欢待在家的真正原因。而丽娜始终坚持原则，不打扰前夫生活，却疏远了女儿。如今她追悔莫及，其中的辛酸只有做过母亲的人才知道。就这么折腾了一夜，丽娜恰好开车经过自己曾落水的堤坝，她又回想起当年的场景，只因女儿偶然捡到了一块小石头，就突然变得诡异无比。难道这块石头有什么神奇的魔力吗？等她回到公寓，看到满墙的照片，更是有说不出的酸楚。而由于走得匆忙，她所带的药物也已经一片不剩了。随后她翻开了女儿的社交账号，却在相册中惊奇地发现，女儿除了整天和男同学混在一起，朋友圈中竟然还晒出了一个陌生的成年人。丽娜突然有了种不祥的预感，她猜的没有错。经过警方的一整夜搜寻，终于在河边发现了孩子们制作的面具。焦急的家长们早已不顾阻拦，甚至都有人抱着面具开始嚎啕大哭了。好在女慈善家玛塔及时上前安慰，这才让混乱的场面得以控制。原来对方经营着本地最著名的黑雏菊疗养酒店，来帮助各地的人们获得健康和保持美丽。而5名失踪孩子的家长恰恰正是居住于酒店的基金会会员，有了他的威望做担保，家长们这才稍稍平静了下来。可此时警戒线之外，和艾达玩在一起的男孩慌张地离开了现场。没想到他刚回学校，就被等候已久的丽娜给认了出来。在得知丽娜的身份之后，男孩却偏又没说一句话就跳上了汽车。原来他去见了另一个同学，两人似乎和艾达很熟，却也不知道这突如其来的失踪是何原因。没过多久，两人带齐了户外装备来到了密林深处，紧接着他们戴上面具，然后顺着绳索速降到了一个废弃已久的危险矿井。看上去两人来过不止一次，又似乎正在寻找着什么神秘的东西。而警方这边没有进展，拉法受到的压力也越来越大，他不得不去向心理专家申请求助，然后安抚家长们先回酒店耐心等候消息。就在这时，同事胖子抓来了一名学校的音乐老师，理由竟然是对方是吉普赛人，况且手上还有一块奇怪的擦伤。可拉法却知道抓错了人，因为对方和自己是一对亲密的好基友。案发时两人正在玩警察抓小偷的游戏，而对方手上的伤也是他不小心的杰作。无奈此事无法公之于众，他也只能放任对方在看守所过夜了。随后他征得了警长同意，拉法立即来到黑雏菊酒店想索要客人清单，却遭到了慈善家玛塔的拒绝。似乎对方正隐瞒着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。他回到警局便得知了几件怪事，一个是吉普赛男友被当即释放，因为妹妹为其提供了不在场的证明。他掏出手机又看到另一个消息，原来丽娜传过来的照片上有一个陌生的成年人。紧接着办公室的灯光诡异的闪烁不停，结果打印的文件都成了乱码，还有技术部门无法破解艾达的笔记本电脑，却在云数据中恢复了几封邮件，怎料看上去就像一份订单，可邮件竟然全部是用德文书写的。拉法立即联系了艾达的父亲，却得知女孩就从来不认识德国人啊。殊不知怪的还不止这些，那个吉普赛男友来到图书馆，竟然将一件东西悄悄藏到了书架后面，而当他离开时，却被守在门口监视的胖子拍了照片。没想到下一秒，只见另一个男人也鬼鬼祟祟走进了图书馆。与此同时，女慈善家玛塔也被医生紧急叫到了办公室，因为在监控画面中发现，那不就是失踪的艾达和5个孩子吗？
似乎艾达进入了他们的领地，还好像要给这5个孩子做一种什么实验。而当天夜里，丽娜在小镇上发现了一间新开的酒吧，她眼看寻找女儿无望，唯有把自己灌醉才能不胡思乱想吧。然而她只是喝了一口啤酒，就立马开始头晕目眩，还不小心砸了吧台上的烟灰缸。她感觉不妙，便去洗手间让自己尽量清醒一下，却看到脚下的瓷砖居然全都变成了诡异的6角形符号。而恍惚之中，她居然又在镜子里看到自己变成了狐狸脸，并且身后突然传来了女儿的呼救声。她循着声音找去，却发现自己到了一处幽暗的树林。随着声音越来越近，她很快就跑进了密林深处。关键时刻，他竟突然在床上醒来，原来只不过是一场噩梦，但为何手上沾染的泥土却那么真实可见呢？也许是自己忘了吃药产生了幻觉吧。他越想越觉得奇怪，便凭着记忆再次来到昨晚的街道，却诡异的发现，为何酒吧的大门突然就不见了呢？丽娜顿时就慌了，慌的是她在这里还感受到了失踪女儿的求救。无奈之下，她只能向身为警察的老同学拉法求助，可对方早就知道，她一犯这种怪病就经常产生幻觉，甚至那边整条街道上就根本没有什么新开业的酒吧。但丽娜的预感一向很准，她坚信失踪的女儿一定受到了威胁。可下一秒得到的消息却更炸裂，原来警方恢复的邮件说明，女儿此前居然和一个成年人有着金钱交易，再加上朋友圈的照片可以作证，对方竟然还是一个不明身份的德国人。听到这儿，丽娜急得转身就走，紧接着就气愤地敲开了前夫的家门。她不受控地疯狂怒吼，可前夫的现任却奉劝她激动会促使病情加重。对方也在努力扮演慈母的角色，还回忆起妓女失踪前曾找过矿工的儿子，而实际上前夫也找遍了能想到的所有地方，却也对女儿这1万欧元的龌龊交易一无所知。丽娜心急如焚，竟然直接闯进矿工儿子的家里质问。由于他的事迹已在小镇被传得众说纷纭，对方母亲就甩锅到另一个男孩的头上。好在他很快就找到了2人，却得知女儿没向他们提过任何德国人，但总是一个人神神秘秘的，不是去图书馆就是不知消失在什么地方。顺着这条线索，丽娜又急忙来到了图书馆。她根据借书记录惊奇地发现，女儿居然看的都是些内粹留下的神秘宝藏的书。她只是随意翻开一本，竟恰好看到了那个诡异的符号。再仔细看注解便知，原来这个符号被发现在一个坑洞的大门上方。她对比幻象中看到的6角星，竟然和这个一模一样。没想到书上还印有详细的地图，于是她断定在这个地方一定能找到有用的线索。然而她刚走出图书馆大门，就发现地上的井盖居然刚好就是诡异的6角星。她还想俯下身仔细查看，结果刚触摸到符号就直接晕了过去。紧接着她就看到一个流浪汉拿出刮胡刀，竟然划开了自己溃烂的手臂，然后黑血滴到了6角星符号上。结果很快天空就汇集了密密麻麻的雄鹰。恍惚之间，她感觉自己掉进了水中，她挣扎着不断下坠，竟眼看着一只陀螺一样的东西沉入水底，还不等她反应，就又看到一只类似于乌龟的虫子游了过来。可醒来后却发现自己已经在前夫的车上了。原来对方觉得她的病情越来越重，竟直接将她长途跋涉的送回了父亲家。丽娜虽不情愿，但好在心中的苦闷终于有了倾诉的地方。可是交谈中，她又发现女儿在3周前竟给爷爷买了新衣服，只是从那后就再也没有来过。随后丽娜看到照片，心中不禁想起了死去的母亲。原来她和母亲女儿3代人都遗传了这种怪病，一旦发作就能看到未来的幻象。而当天夜里，她睡在为女儿留着的专属房间，她看到地上有一个盒子，里面的笔记本引起了她的注意。而后在洗澡时，她居然又在水中看到了幻象，母女俩似乎心灵相通，女儿恰好也在水中向她游来，并告诉她一个巨人的单词，然后就游向了远方。紧接着身后就出现一只大手，仿佛一个白衣女子要将她带入无尽的深渊。她猛然惊醒，可这个所谓的巨人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她越想越不理解，索性又再一次躺进了浴缸，而这一次好像有一种黑色液体将她完全吞没，她不再挣扎，向着深渊下坠。这时她又看到那只陀螺，紧接着白衣女子就出现在眼前，2人的长发如纠缠的命运般交织在一起。然后她就听到了一句话，女人的样貌竟和她极其相似，说完就将她推出了水面。她虽然还不理解这句话的含义，但总觉得这是在向自己传达一种信号。随后由于自己的衣服清洗后还没有烘干，她就打开了女儿的背包，然后将里面的旧衣服换上。她又回想起了以前的欢乐时光，女儿小时候特别喜欢收集奇怪的矿石，在光灯照射下会反射耀眼的颜色，当时一家3口非常的幸福。可随着女儿的长大，这样的岁月却已经离自己远去了。就在这时，她发现女儿的裤子上竟反射出了蓝色荧光，可询问父亲却得知女儿来这里只是在床上看书，并且十分爱看古董漫画，甚至这本记载宝石的书都可以追溯到1954年。丽娜总感觉不可能只有这些，可父亲却认为她服药应该加大剂量了。她不想傻等着答案自己出现，便急忙连夜驾车往回赶。可是她到了半路，竟然又看到一只狐狸横穿马路，她立即踩住刹车，可狐狸早已经消失在这茫茫夜色中。她开始怀疑自己产生了幻觉，便听从父亲的建议加大了药量。第二天一早，
他将女儿的衣服交给老同学拿去化验，却在电视上看到了女慈善家玛塔的新闻报道，似乎对方的科学实验取得了很大的进步。而丽娜又怎会知道，玛塔也正在派人调查她的底细？因为女儿艾达和孩子们出现在地下实验室，玛塔不想秘密被公之于众，就立即派矿工进入矿井，试图炸毁所有通向实验室的外部通道。可巧的是，矿工父亲在安装炸药，却不知儿子和同学两人正在矿洞里找东西。随着一声巨响，男孩们也险些被坍塌的石块砸中。虽然他们人没什么大碍，但矿工儿子治疗哮喘的吸入器却被弄丢了。更可怕的是，他们来时的路都已经被碎石死死封住。好在两人经验丰富，幸运地找到了一个特别小出口。可是穿过狭小的通道，两人却掉进了洞穴的积水当中。这里竟然还有遗留下来的骷髅头，水中好像还有什么东西撞到男孩的大腿。紧接着稍不留神，矿工儿子竟又突然被拖进了水中。另外一个男孩顿时就吓坏了，他急忙在水下摸索，却只抓住了同伴的安全帽。可一转身，却发现对方已经飘在了水面上。好在他终于找到了出口，但矿工儿子却始终昏迷不醒。正在他不知所措之际，竟发现对方突然吸了一口气坐了起来。更诡异的是，矿工儿子就像变了一个人，不但受伤的腿奇迹般的复原了，而且说话也好像比之前硬气了很多。可谁又能想到，爆炸也将躲在矿洞里的艾达和孩子们困在其中，并且两个孩子不知去向，还有一个小女孩被压在了石柱下，他们已经无路可去，背包中的食物和水也所剩无几了。而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，此刻却照着镜子露出了大面积烧伤的后背。慈善家玛塔来到了办公桌前，让医生给自己注射了一针蓝色药剂。可是他觉得药效持续时间太短，便吩咐医生直接加大剂量，并安排矿工夜里继续在矿洞中寻找，试图用声音的吸引来抓捕水中的奇怪虫子。没想到他都60多岁了，第二天一早竟发现自己到了排卵期，然后通过手机软件核实，他居然再次具备了生育能力。于是时间宝贵，他立即叫人安排一个帅哥出去做个实验。为了生娃他也是拼了，只不过可惜了一脸懵逼的小帅哥。而巧的是，此时恰好丽娜也来到了树林，她带着奶瓶又找到洞口，却发现里面的3只狐狸幼崽已经消失不见了。她失望至极，又不禁想起了这么多年没有母爱的女儿。可她刚要驾车回去，就与办完事路过的玛塔相遇了。对方又装出一番菩萨心肠，并约她晚上谈一谈基金会能给予的帮助，她却客气地拒绝了。却不知对方故意袒露着光滑的后背，原来玛塔的旧伤疤早已被那种蓝色药剂成功修复了。随后，丽娜根据书上的坐标找到了山洞，入口处确实有一个神秘的6角星符号。她见四下无人，便立即俯身钻了进去。原来这里是2战时期德国人开凿的秘密隧道，已在这个波兰小镇的地下隐藏了100余年。诡异的直觉告诉她，距离和女儿重聚的日子越来越近了。可她走到尽头，才猛然发现，通道似乎早已被水泥彻底封死了。于是她拐过一个狭窄石缝，突然发现这里通往了另一片树林。她隐约看见前方若有光，便急忙快走了2步。她太想找到多年未见的女儿了，所以心情又开始忐忑起来。她走到跟前才看清，巨石旁停着一辆报废的房车，可门前戴眼镜的小女孩却不是自己的女儿，只是在安静地抚摸着一只狗。那是哪一边？他立即打给了老同学法拉，因为对方恰好正是负责寻找小女孩的警察。原来就在刚刚，警方收到了疑似女孩被绑架的报案，结果嫌疑人被描述成一位老乞丐。听到这些，丽娜顿时警觉起来，她让小女孩保持安静，自己则悄悄打开了房车的大门。她看到一个老人躺在狭窄的床上睡着了，这才壮起胆走了进去。她发现了一张2战军官的照片，还有一本似曾相识的古董漫画书。再看向熟睡的老人，身旁的一张黑白照片引起了她的注意。那镜框中熟悉的面孔，不就是自己在幻象中见到的白衣女人吗？偏偏就在这时，老人竟突然抓住了她的手。丽娜吓了一跳，然后呆在原地不敢说话，却发现对方好像是一个瞎子，并且已经将手触摸到了她的脸上。很明显，对方把自己当成了别人，居然还拽下了项链，将一串钥匙交到了他的手中。丽娜顿时就懵了，怎么老人还拉着自己的手哭起来啊？她越想越感觉不对，随即便紧忙逃出了大门。好在她有足够强的防范意识，她随手就将门栓在外面死死锁住，紧接着带上小女孩就逃离了这个是非之地。然而警方的问询却大令人意外，女孩竟然说自己是自愿跟老人走的。原来老人没对她造成任何伤害，甚至连一句话都没有说，这根本不能定性为一桩绑架案。所以拉法当晚就将其恭恭敬敬地送出了警局。谁成想跟女孩描述的一模一样，任凭她问些什么，对方都没有一丁点反应。眼看胳膊的伤口都已溃烂，但老人竟然仍旧坚持不去医院。可是在临别前，老人终于留下了一句更为古怪的话。拉法都懵了，老人口中的他究竟是谁呢？第二天，警方仍没有放弃搜索失踪的孩子，但翻遍了整个小镇都还是一无所获。直到技术人员发现艾达银行账户最近几个月出现了异常，竟然收到多笔来自德国银行的汇款。拉法立即请德国警方协助调查，
他很快就锁定了一个叫亚历山大的人。更巧的是，此人现在正居住于黑雏菊疗养酒店。随后经过审讯，终于推测出了艾达可能的藏身之处。原来，德国人受雇于一位二战书籍收藏家，他本要去地下隧道找东西，却发现所有的入口都不知为何被炸毁了。于是经过仔细研究，他就租了通道上方的一间仓库，然后打了个竖井与其相连。而之所以雇佣这些16岁的孩子探洞，是因为在研究普鲁士图书这方面，艾达是他见过最好的没有之一，其他2个孩子只不过是会攀岩的小帮手罢了，而艾达才是团队的真正头目。听到这里，丽娜似乎突然想起了些什么，她发现从老人那得来的漫画书竟然与女儿喜爱的那一本一模一样，唯一不同的是，女儿的书背面多了一枚红色印章。她立即上网搜索，竟发现是女儿探险地下隧道的 Vlog 频道。她一直看到了天黑，这才明白，原来女儿是自1945年以来去那里探险的第一人，而1950年后又在此处发现了油矿，难怪女儿的衣服被手电照射后闪闪发光。再看老人塞给她的那串钥匙，网络上却查询不到任何地址的搜索结果。随后，丽娜看着前夫的现任出了门，便又趁机悄悄地溜回了家。她发现女儿所有的衣服上竟然全都沾染了闪闪发光的矿物质，原来自己感应到女儿留下的巨人单词，在德语中还有巨大王国的意思，再加上视频的拍摄地点分析，那个单词一定暗指地下城或地下工厂。这时警长突然想起油矿那个区域有很多条小隧道，便第一时间派人展开搜救，但可惜隧道内涌出了大量地下水。此刻孩子们生还的几率变得越来越小，而丽娜也找到档案管理员帮忙，试图查出钥匙上的地址所指引的线索，只可惜仍旧一无所获。对方建议再去城里更大的档案馆试试运气，于是第2天他只好来求助于身为乐队吉他手的父亲。殊不知美男计果然管用，父亲几句话便哄得管理员春心荡漾。他们这才知道那是一个1940年的街道地址。很快丽娜就在居住的6个人名单中发现了一个名叫伊尔莎的女人，这不就是老人叫错的那个名字吗？没想到管理员更是给力，还主动帮忙查询了结婚证，结果对方的职业更是个巧合，居然就是一名黑雏菊疗养院的护士。果然有熟人好办事，看来今晚父亲可真要卖些力气了。紧接着下一秒，丽娜便根据线索找到了标牌上的地址，没想到进门之后，她竟然看到了一栋年代感十足的老建筑，这里似乎已经废弃很久，就连大门都只是个简单的铁栅栏。上楼后里面十分昏暗，可钥匙却与这里的每一扇门都不匹配。正当她疑惑之时，竟突然听到外面传来了孩子的笑声。她探出头一看，下面穿白衣服的女孩不就是自己的女儿吗？然而等她追出门，却发现女孩已经不见了踪影。可这时四周也突然变得雾气蒙蒙，仿佛时空又拉回到了2战的那个年代。而再一转头，她刚好就看见了一扇通往地下室的低矮木门，原来那把钥匙是用在这里。她穿过狭窄的石阶，竟发现这里像极了小镇的神秘隧道。这时她听见一个声音在叫自己的名字，原来是白衣女孩在时刻指引她前进的方向。怎料她一脚踩空，却发现地板下藏着一个上了锁的铁盒子，眼看一时也无法打开，她便急忙跑出了阴森恐怖的地下室。可她刚出门，又发现院子里的迷雾居然神奇的散尽了，这个地方不是一般的诡异，她立即驾车逃离了现场。随后他又在参观疗养院时诡异地发现，伊尔莎居然和自己极其神似，这不就是他在梦中见到的白衣女人吗？再看另外一张合影上，伊尔莎手中还拿着带有特殊符号的黑色围巾，谁成想下一秒，他竟然再一次莫名的晕倒了。他又来到了水中，可刚要和伊尔莎的手握在一起，就被一股手电的亮光拉回到了现实。他这才知道自己在黑雏菊疗养院老 K 医生的办公室，可为何手臂上突然多了一个针眼呢？对方居然还知道他患有威尔逊氏血液疾病，原来是前夫的现任妻子告诉了对方。他急忙反感的起身离去，却不知医生已经偷偷采集了他的血液，似乎一场针对他的更大阴谋正在悄悄酝酿。丽娜急忙赶回家，迫不及待地砸开了铁盒子，她倒想看看这个伊尔莎究竟和自己有什么联系。可诡异的是，她首先看到的是那条黑色围巾，在下面是一些老照片，她越看越觉得和自己长得很像。可这条围巾又具体代表着什么含义呢？于是她再次向万能的互联网求助，没想到还真发现了其中的奥秘。原来这是2战时期一个名为 Brill 的德国秘密协会，传说曾使用超自然力量来创造飞碟，而其中一张照片展示了围巾的正确戴法。丽娜将信将疑，便也尝试着蒙在了眼睛上。紧接着穿越时空，她竟然看到了伊尔莎的身影，行走在瓦乌布日赫陵墓的甬道之中，而祭坛中间赫然伫立着一根石柱做成的粗壮火炬柱。可在现实世界中，她竟突然又莫名的晕了过去。就这样不知在昏睡中过了多久，她又被一个诡异的声音叫醒。于是下一秒，她立即驱车来到瓦乌布日赫的陵墓。可是刚下车，她就听到了一个奇怪的叫声。她顺着声音走进树林，竟然又发现一只狐狸在看着自己。她好奇地跟了上去，感觉好像灵狐在引路，并将她神奇地带到了一棵古树下，然后就消失在了树洞中。丽娜也没犹豫，便紧随其后钻了进去。殊不知这里正是她在幻象中看到女儿掉下去的树洞。在根茎密布的地下不知爬了多久，她突然掉进了一个人工开凿的通道，这里似乎是一个通风口。于是她更加好奇地向前爬行，很快她就看到了铁网，铁网的另一边竟然是一个神秘实验室。然而她刚准备进去一探究竟，就看到几个白衣护士走了进来，身后还带着5个孩子，他们带着秘密协会的黑色袖标，正给每一个孩子做着催眠，紧接着将一种蓝色液体注射到了孩子体内。其中一个名为奥托的小男孩
竟然还是为首的一名护士的儿子。他在水中看到的陀螺，不就是护士拿给孩子的玩具吗？对方又翻开一本书，给孩子们读起了格林童话中的故事。此刻丽娜惊奇地发现，那护士不就是总在梦中缠着自己的伊尔莎吗？她立即晕了过去，可醒来后却发现实验室换了模样，竟然全都变成了现代化设备。她立即壮起胆，从通风口中钻了进来。这里和一般的实验室没什么两样，只是在桌子上绑着几只奇怪的生物。就在这时，实验室的灯光突然亮了，慌忙之中，她随便拉开一扇门就钻了进去。这里竟然是一条隧道，可她还没走几步，就发现出口已经被碎石死死封住，见一时也无路可退，他只好返回大门去试试运气。没想到他竟看到一个似曾相识的身影，那不是黑雏菊疗养院的医生吗？他壮起胆探出了头，恰好看到医生搬动了设备的开关，将那些虫子从桌上摘下，随手就扔进了一旁的垃圾桶中，然后又将抽取出来的蓝色血液倒入铁罐，再从水族箱中捞出一只，又将输液管插入了虫子的体内。丽娜眼看着医生离开，这才开始在办公桌上翻找起来。她果然发现了一个印有标志的文件夹，翻开一看更是诡异，里面竟然都是些奥斯维辛集中营囚犯的档案。没想到巧的是，其中一张照片像极了那个瞎了的老人。他立即将其塞进了包中，然后将档案拍照。可无意之中，他又发现电脑桌面还有一个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文件夹。打开一看，更是震惊，这不就是失踪的女儿艾达和5个孩子吗？更诡异的是，女儿居然给孩子们注射了那种蓝色血液。偏偏就在这时，他看到水族箱被虫子撞开了裂缝，而没过多久，就传来了撞碎玻璃的巨大声响。虫子们竟然自己越狱了，然后全都快速地钻进了下水道，唯独剩下一只不愿离开。万万没想到，他竟然像人类一样站了起来，似乎正在向丽娜求助，帮自己释放吸血架上的同伴。原来虫子通了人性，丽娜也如愿地将所有虫子放生了。等完成这一切，她拉开了医生刚才下来的电梯，很快她便来到了一个破旧的大厅。这里的装饰似曾相识，打开大门的那一刻，她才知道，这不就是慈善家玛塔的黑雏菊疗养院吗？原来这里早就与地下隧道相通，那女儿的莫名失踪一定与玛塔有关了。一想到这里，她急忙跑出了富丽堂皇的大厅，而与此同时，虫子游出了疗养院游泳池的下水道，孩子见到后吓得惊声尖叫，结果所有人都慌忙逃到了岸上。而这种罕见的生物出现于公众视野，很快就引起了当地电视台的特别关注。医生也很快就发现，所有用于提取血液的虫子全部消失不见了。他查看了监控才知道，原来正是丽娜的神来之笔搞砸了这一切。玛塔得知此事后大为震惊，谁成想他炸毁隧道却封不住通风口。此时丽娜知道了太多秘密，她必须加快研究步伐了。如今不能再等医生稀释过的试剂，她索性要求直接注射纯净的蓝色血液，而一针下去，玛塔背后的伤疤竟逐渐神奇地消失了。玛塔一脸满足地离开，可医生却拨通了另一个实验室的电话，因为他突然意识到，这种蓝血必定和丽娜的血液有着神秘联系。而另一边，丽娜也通过前夫得知，原来这种虫子叫做后，早在4.8亿年前就已经存在于地球上了。它实际上也被称作一种活化石，其血液之所以呈现为蓝色，是因为血蓝蛋白与铜离子结合后产生的反应。而后血具有极大的医用价值，可以根据其形态变化判断药液是否含菌。然而丽娜母女俩又和这个伊尔莎有什么关联呢？紧接着她又惊奇地发现，原来那个老瞎子曾与伊尔莎共事过，他们好像在搞什么实验，这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呢？随后她把得到的线索告诉给老同学拉法，可如果老人真的能够活到现在，岂不是足足有140岁了？抱着太多的疑问，两人再次来到了老人居住的树林，而紧随其后的还有秘密监视他们的玛塔的助手。等老人捡柴归来时，丽娜就迫不及待地跑上前质问Warum öffnest du nicht? Was ist das? Was ist das? 老人似乎被问到了痛点，立即撇下两人就逃向了树林。可他已经140岁的高龄，况且眼睛也瞎得什么也看不见，跑起路来却健步如飞。两人只能紧随其后拼命的追赶。但不幸的却是，丽娜竟在翻越大坑时掉进了水里。她突然又一次进入了如梦似幻的世界。她看见一只后游了过来，紧接着女儿和5个孩子也出现在眼前，身后还有一个发光的洞口，就像漩涡一样缓缓向自己这边移动。这时一个小男孩拉住了他的手，竟然直接将他拽出了水面。他上了岸才看清，原来现实中是法拉救了自己。他急忙掏出手机，告诉老同学李斯项目也做了女儿同样的事。 Jezus, ale co ona tam im robi? Co ona im tam kurwa wstrzykuje? 丽娜认为那不是伤害孩子，而看上去像是一种什么古怪仪式。她为了让拉法相信，当天夜里两人就来到了黑雏菊疗养院的侧楼。他们下了电梯，可接下来的一幕却诡异的毛骨悚然。原来这里白天还是一个实验室，但如今早已变得空空如也。显然他的到来已经引起了慈善家玛塔的高度戒备。不仅如此，玛塔还通过手下抓住了老人。当听说对方长生不死，他立即对其腐烂的胳膊产生了好奇。他顶着恶臭，居然在老人身体里取出了一颗发光的矿石，而老人也随即垂下了脑袋。原来这块神奇的石头居然可以延年益寿。几乎与此同时，矿工的儿子因腿伤被送进了医院，医生竟也在他被咬的伤口中取出一颗石头，可男孩却随即陷入了昏迷，居然还和老人的症状一模一样。最后没了矿石的老人形同于枯槁，
被玛塔的手下又丢回了那片树林。没过多久，老人就在一道绿色光芒中灰飞烟灭了，伴其随之而去的，似乎还有他那段二战时期的神秘历史。与此同时，丽娜故意将手腕划得血流不止，可伤口却以惊人的速度自动愈合了。她发现自己和海洋生物后一样，体内中竟然含有能自我修复的血蓝蛋白。岂料高兴还不过3秒，她就看见3个披头散发的女人走过来。更诡异的是，她居然还不由自主地跟进了酒店。可上了2楼，就惊奇地发现镜子中怎么看不到女人的影子啊！随后，女人推开一扇门，没想到下一幕却令人心惊胆战。只见对方一脸惊恐，身下血流不止，已经染红了床单。丽娜顿时惊呆了，她不禁再看向自己，竟看到自己也诡异地流出了鲜血。她突然在梦中惊醒，却发现染红的裤子居然真实的可怕。她的预感一向很准，诡异的梦境也即将成为更加诡异的现实。结果第2天一早就发生了怪事，居然有2个失踪的孩子自己走出了矿井。很快他们被送进医院，却因为体温过低陷入了深度昏迷。等丽娜前去探望时，猛然发现慈善家玛塔已将其秘密转到了自己的疗养院。于是在前夫的帮助下，她从侧楼偷偷潜入疗养院。她本要向孩子家长揭露玛塔的丑恶嘴脸，却在无意中溜进了档案室。巧的是，她竟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血液检验报告。原来医生偷偷将她的血做了化验，结果她发现了意外的惊喜，她遗传母亲的威尔逊血液疾病居然是个误诊。她急忙找父亲问个明白，却又得到一个更为惊人的消息。她本想研究一下女儿或母亲的病历，却得知2人就从来没生过病，并且母亲的身世还是个谜，只知道婴儿时期就被丢弃到了孤儿院门口。于是丽娜又进一步详细追查，但只确定了母亲的出生日期为1946年。她开始怀疑梦中的女人伊尔莎就是自己的祖母，总好像在指引她要去做什么事。可这又与失踪的女儿有什么关联呢？如今线索只剩下一本古董漫画，谁成想翻开书她就顿悟了。原来书中描绘的场景，她居然都在寻找女儿的过程中一一经历过。于是下一秒，她在前夫的陪同下来到了伊尔莎的旧住址，没想到她又晕了过去。紧接着就看到伊尔莎长出了一撮白发，然后转身说了一句话。等他再次醒来，就不顾一切的立即驾车而去。而与此同时，被困于矿洞的女儿艾达也伤心的回忆起，她在学校照镜子时，突然发现自己的一撮头发竟然变成了白色。紧接着也听到一个声音，原来他被这个声音所控制，这才被迫带着5个孩子钻入了矿洞。原来小男孩看到的不假，控制艾达的正是白衣女人伊尔莎。谁成想没过多久，矿洞竟不知为何发生了严重的坍塌。幸运的是没有孩子受伤，更没想到他们前方突然裂开了一条路。然而走到尽头却发现，这里竟然是一条不知有多深的地下河。而慈善家玛塔这边，为了不让自己炸毁矿洞的秘密曝光，他把获救的孩子们和家长都安排住进了疗养院，还做足了假意慈悲。当晚就给孩子们读起了童话故事，却无意中发现了书中的玄机，因为这里居然夹着当年护士伊尔莎的笔记，而且笔记中记录了那块石头竟然与前德国神秘的李斯项目有关，并且小镇地下有一条暗河，河底有一个 Vril 异世界的大门，那里是永恒青春和持续幸福的源泉，纯粹的能量甚至可以将死人复活。而雌性的海洋生物后就是 Vril 异世界门户的守护者。医生这才恍然大悟，难怪他们捕捉的后全都是雄性的。殊不知此时已到了伊尔莎的关键时刻，整个瓦乌布日赫小镇上空都出现了绿色极光。医生也研究出丽娜血液的妙用，可玛塔却不只满足于治疗背上的烧伤，因为有了这块石头，他又产生了永葆青春的贪念。尽管他研究了所有遗留的矿洞图纸，却仍旧找不到 Vril 异世界大门的位置。没想到医生却突然想起，瓦乌布日赫陵墓不是曾有一个带 Vril 标识的柱子吗？于是当天夜里，玛塔便差人在遗址的祭坛中挖掘，很快就真的发现了一个井盖。于是双方不同目的的寻找竞赛拉开了帷幕。与此同时，病床上的孩子们突然睁开了眼睛，矿工的儿子则抢先拿到了矿石，紧接着走到门外，交给前来接应的丽娜后倒地不起。而此刻丽娜则目光呆滞，显然她已经受到了伊尔莎的精神控制。她驾车离去，天亮时竟然跑到了那个堤坝之上。他被一种神秘力量控制，竟突然带着2个孩子跳进了水洼，没想到却在地下河里探出了头。丽娜很快便与失踪的女儿和学生们会合，而面对女儿的询问，她竟然仍旧是恍惚的一脸木讷。她只自顾自地举起了石头，紧接着就看见远处飘来一艘小木船。她带着孩子们来到河中心，却发现白衣女子早已等在了水中。她带头跳了下去，这时梦幻中的场景就立马出现在眼前。女人捡起石头上的陀螺，然后带领大家一直向水底游去。只见淤泥中逐渐闪烁出绿色的六角星符号，紧接着就裂开了一个大洞，一股能量波立即从其中迸发而出，绿光冲出了地面，刚好在瓦乌布日赫陵墓上空形成了一道光柱。而堤坝之上，警方竟将丽娜定位了绑架孩子的凶手，可父亲却急匆匆找到警察拉法，他不相信女儿犯了罪，并拿出漫画书解释了自己的猜想。原来丽娜受到了外祖母的精神引导，为伊尔莎送去了 Vril 晶体，而女儿艾达也同样受到了召唤，这才带着必须的5个孩子前往洞穴。这是一种神秘的仪式，目的是打开地下和 Vril 异世界的入口。听到这里，拉法立即拿出了同事的制作线索板，如果将几处洞口相连，就刚好组成了内粹秘密协会的符号。而最后一处地点竟赫然指向了树林中老瞎子的住处，显然那里也是一处地下入口。
拉法立即联系了另一个去过坑洞的男孩。没过多久，他们竟真的在房车下发现了洞口。于是他急忙穿上装备，然后就钻进了坑洞前去救援。然而，男孩却通过对讲机告诉他一个不好的消息：如果按照漫画书的记载，晶体回到 Vril 异世界就意味着大门的永远关闭。不过此时的大门已然打开，玛塔也来不及多想，便急忙叫人收集了一小瓶能量精华。而丽娜带着孩子们完成了穿越。不久后，他们在一片安静的海滩上醒来，身旁是那些看守 Vril 异世界大门的雌性后，他终于和女儿团聚了。5个孩子也幸运的安然无恙。可当他询问伊尔莎为何要冒着这么多人的生命危险来完成仪式时，却得到了一个无奈的回答。就在这时，伊尔莎看到了这个世界自己的儿子。他们母子重聚后，他也向丽娜母女展示了一个真实的悲惨故事。原来，德国人伊尔莎是内翠里斯项目的大祭司。可是，在1945年德国无条件投降时，他决定和朋友们带着孩子逃离这个世界。最好的办法就是打开 Vril 的入口，奔赴多年来一直在寻找的那个永葆青春的土地。他们乔装打扮才逃过了追兵，然后立即钻进了地下隧道的洞口。他按照书中的仪式，跟丽娜一样，立即招来了那艘小木船。他们也滑到了地下河中间，然后在绿光的指引下跳进了水中。本以为这是一场幸福之旅，可接下来的小插曲却给他带来了无尽的噩梦。因为儿子的陀螺不小心掉落，他急忙回去捡，怎料回来后却耽搁了时间，竟然眼睁睁看着 Vril 异世界大门的关闭。从此母子阴阳两隔。好在他出去还能再凑人头想办法开门，可没想到他刚钻出地面，就遇上了不明身份的一小队敌人。他被大兵们高高举起，随后这荒郊野岭就变成了他的噩梦。更惨的是，完事后他的 Vril 晶体竟然也被禽兽军官带走。他痛不欲生，可转头竟然还是生下了一个女婴。他把孩子留在了福利院门口，而卡片上恰恰正是丽娜母亲的名字。他已经生无可恋，回家后就遗憾的悬梁自尽了。从此他的冤魂游荡在瓦乌布日赫的洞穴中，等待有朝一日能和儿子团聚。这就是母亲和孩子组成了丽娜家族4代女人的故事。而此时此刻，伊尔莎决定将 Vril 异世界的大门彻底封闭。可丽娜顿时就想起了自杀的母亲，要是当初自己早一步上楼，就会阻止母亲死去的悲剧发生。所以她决定留下，利用这里的能量将母亲复活。如果还有机会，她再想办法回去与女儿团聚。随后，伊尔莎带着2姐妹做法，最后一次打开了孩子们回家的大门。另一边，玛塔得逞后想杀掉孩子们的父母灭口，可他的手下却动了恻隐之心。他本想凭借 Vril 能量获得永生，谁成想大门关闭后，他收集的能量竟然也在渐渐衰退了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手下也向家长们揭露了他的邪恶意图。面对众叛亲离，他不得不将自己锁在了办公室，然后喝下了 Vril 的精华，没想到却立即口吐白沫而死。与此同时，矿工的儿子也终于苏醒，拉法也在地下河找到了返回的艾达和孩子们。至此，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波兰惊悚剧《黑色雏菊》第1季完结，还请朋友们点个小小的关注，主页里还有很多好看的剧集解说，总有一部会走进你的心里。咱们下一个故事再见吧。